很多人以为《厚黑学》是一本教人脸皮厚心肠黑的邪书，听名字就很不正经，放在书架上怕被人看见。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那你就把这本书最狠的那一面错过。我想请你先把那个印象放下。如果我告诉你，《厚黑学》根本不是教人做坏人的书，它其实是一本揭穿成功学虚伪面具的反讽社会观察报告，是一本用最难听的词说出最真实规则的冷眼笔记，是一本40多岁的穷书生看够了官场恶心之后冷笑着写出来的警示录。你信不信，这本书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它表面讲什么，而在它揭穿了什么。它揭穿的是那些我们嘴上赞美心里向往的成功背后藏着的另一套规则。那套规则不好听，但它真的在运转。我们回到这本书诞生的那个晚上，那是1912年的四川成都一间极其普通的教员宿舍，屋子不大，一张木床，一张书桌，桌上摆着几本书，一个砚台，几张写满字的纸，墙上有一扇小窗户，窗外是一棵老槐树。李宗吾那年34岁，是成都某个中学的教书先生，一个月工资不高，刚够吃饭喝茶买书。那天晚上下着小雨，雨打在屋顶瓦片上，发出细密持续的声响。屋子里没有点灯，他舍不得点。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勉强看清桌上的纸。他手里握着一支笔，已经在桌前坐了一整个晚上。心里翻腾的是这几年看到的那些事。他看到满嘴仁义道德的官员私下收受贿赂，看到当众痛斥厚黑的所谓君子转过脸就去巴结权贵，看到嘴上为民请命的大人物实际上把老百姓当垫脚石。他想了很久，笔停了很久，然后他落笔了，写下几个字：古今成大事者，无不厚而黑。写完他笑了一下，他知道这本书一旦写出来，他这辈子的名声就完了，没有人会把他当成正经读书人，他可能会被骂一辈子。但他还是写了，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必须有人说。一个穷教书匠，一间点不起灯的小屋子，一场小雨，一支笔，然后100多年过去了，这本最难听的书成了一本你今晚还在听的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你在职场上干了好几年，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相信能力比什么都重要，相信好人有好报。然后你发现不是这样的，你身边那个不怎么干活但特别会在老板面前表现的同事升得比你快，那个脸皮特别厚，敢要敢抢，敢把别人功劳据为己有的人拿得比你多，那个心肠特别冷，关键时刻说翻脸就翻脸，不讲任何人情的人活得比你舒服。你晚上躺下来会想，是不是我太老实？是不是我也应该变一下？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规则根本就不是我以为的那个样子？这个问题李宗吾100多年前已经问过了，他给出的答案就是这本《厚黑学》。他告诉你，你一直以为的那套努力加善良等于成功的公式，是上一代人传下来的童话，真实的规则是另一套，不好听，让人不舒服，但那套规则真的在运转。这就是厚黑学真正要刺破的东西。你现在看到那些成功人士分享经验，说靠勤奋、坚持、正直走到今天，他们没有说谎，他们真的那样认为，但他们没有告诉你全部的真相。他们没有告诉你，他们在某个关键节点做过一次脸皮极厚的请求，做过一次心肠极狠的决断，那些时刻才是决定性的。而他们不愿意写进回忆录，李宗吾就是把这件事戳破的人。他说，你要想清楚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些事，做有做的代价，不做有不做的代价，但请不要假装这些事不存在。我们先来讲一个人，刘备。很多人以为刘备是那个仁义的皇叔，爱哭的大哥，靠桃园结义和三顾茅庐
一步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传统英雄，这是官方版本，也是大多数人记住的版本。如果你也是这样想，那你就错过了李宗吾最狠的那一刀。李宗吾说刘备这个人面皮之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不是在骂刘备，他是在佩服刘备。他用后这个字剖析了一个出身最低、投靠老板最多的人怎么一步步走到最高位置。我们先用李宗吾的视角给刘备画一个档案，他的起点有多低，卖草鞋的汉室宗亲的身份隔了十几代，当时没有任何实际政治资源，24岁起兵，手下只有关羽和张飞2个兄弟，没有钱，没有兵，没有地盘，没有一个像样的成功筹码。他这一生投靠过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一共6个老板。一个人跳槽1次正常，2次可以理解，3次别人开始打问号，4次简历会被 HR 直接筛掉，6次没有任何一家正常公司会要这种人。但刘备每一次被抛弃或者老板垮掉之后，都能立刻找到下一个愿意收留他的人。他靠的是什么？不是能力，他打仗打得很一般，早年带兵经常打，也不是资源，他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穷，他靠的就是一个字：厚。我们来看第一个极其具体的场面。刘备投靠曹操这件事儿本身就够意外的。曹操是当时全天下最大的权力集团掌门人，谋士如云，将领如林。刘备带着残兵败将去投奔，按理说要么被笑话，要么被直接吞掉。但刘备去了，曹操居然把他当座上宾。这就是刘备后的第一层境界，他能让对手在看见他的时候完全看不出他是对手。你想想这有多难。你现在35岁，去面试一家你曾经竞争过的公司，面试官是你曾经的对手，你坐在他面前，能做到让他觉得你完全无害，完全真诚，甚至让他想提拔你吗？绝大多数人做不到，因为我们的脸会背叛我们的心。心里有恨，脸上就有恨；心里有竞争，脸上就写着你等着。刘备不会，他心里怎么想永远不会写在脸上。李宗吾说的厚，不是死不要脸，是心里的东西和脸上的东西完全分离，你心里想什么别人看不出来，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能力。接下来我们看那个经典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和刘备在花园里吃青梅喝酒，天上开始下雨，曹操指着乌云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2个人。你想象一下这个场面，曹操在试探刘备，他要知道刘备心里到底把自己当什么。如果刘备承认自己是英雄，曹操立刻防他，甚至可能当场除掉他。如果刘备否认但不够自然，曹操也看得出破绽，这是一个死局。刘备怎么反应的？书里写他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正好天上打了一个雷，刘备立刻说这个雷吓到我，我手都抖。曹操大笑说大丈夫怎么怕雷，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你再慢慢品这个场面，刘备那一刻心里是什么感觉？他吓坏了，他知道曹操在试探他，知道自己这一关过不去就要出事。他的筷子是真的下掉还是故意掉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利用天上那个雷，瞬间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被雷下掉筷子的怂人，让曹操当场觉得这个人胆子这么小，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从那一刻起，他成功从曹操的对手雷达里消失了。你知道这一套动作对应到现代心理学叫什么吗？印象管理。印象管理是一个极其精密的心理学概念，意思是一个人有意识地控制别人对自己的认知。你想让别人觉得你强，你就做某些动作；你想让别人觉得你弱，你就做另一些动作。刘备是印象管理的顶级大师，他知道自己该表现成什么样子，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怂，什么时候该硬。
他的表情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工具。你在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你一定见过那种在公司里谁都不得罪的人，那种在饭局上总能带起气氛的人，那种在关键时刻让自己显得没那么重要，从而躲过明争暗斗的人。他们都是现代版的刘备，有一个共同特征，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真实在想什么，这就是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场面，刘备摔阿斗。赵云在长坂坡从曹军中救出刘备的儿子阿斗，浑身是血跑到刘备面前，把孩子交给他。刘备接过阿斗，当场摔在地上，边摔边说：为了你这个小东西，差点损失我一员大将。赵云感动得不行，从此死心塌地。你注意这个动作，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父亲，你的孩子在战场上被九死一生救回来，你会抱住孩子，哭着感谢那个救孩子的人。刘备没有，刘备把孩子摔了。李宗吾在书里冷冷评了一句：刘备明明心疼孩子，但他知道此刻摔孩子比抱孩子更值钱。这就是后的第二层境界，他能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压下自己最真实的情感。一个普通人在孩子的安危面前，情感会本能的爆发，刘备不会。他在那一瞬间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我抱孩子，赵云只会觉得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如果我摔孩子，赵云会觉得我把他看得比亲儿子还重。我用一个动作买下了赵云接下来几十年的忠诚，这笔买卖值不值？太值了。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连自己的孩子都能拿来做筹码。但李宗吾写这一段的时候没有批判，他只是冷静地说，这就是后的最高境界。你要成大事，就必须能压下那些最本能的情感，不能在关键时刻被自己的心软、愤怒、自尊心出卖。现代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情绪调节，意思是一个人对自己情绪的觉察、掌控和利用。情绪调节能力强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他们不会被情绪控制，他们会控制情绪。刘备是古代版的情绪调节大师，他不是没有情感，他心疼孩子，但他不会让这份心疼打乱他的战略布局。这件事听起来冷血，但你想一想，一个成大事的人真的能不冷血吗？那些做大了公司的创始人，每一个都做过极其艰难的决定，裁掉跟了自己10年的老员工，断掉情感上离不开但业务上拖后腿的合伙人，拒绝一个对自己有恩但能力不够的人。这些决定都需要后，没有后的人做不了老板。我们看第三个场面，也是刘备后的巅峰时刻，白帝城托孤。刘备在夷陵大败后退到白帝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知道自己要死了，派人把诸葛亮从成都叫来。诸葛亮到了的时候，刘备躺在床上，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他对诸葛亮说，我儿子阿斗如果能辅佐就辅佐，如果他实在不行，你可以取而代之。这句话一出，诸葛亮当场跪在地上哭着说，臣一定竭尽全力辅佐少主，死而后已。这就是刘备后的最后一击。你再品这个场面，刘备是真的愿意让诸葛亮当皇帝吗？绝对不是。如果诸葛亮敢说那我试试，刘备当场就会让他死。但刘备把这句话说出来了，说出来的那一刻，诸葛亮就被永远绑定了。因为这句话之后，诸葛亮这辈子再也没有取而代之的可能。他一旦这么做，就是背叛先主的托付，就是天下人眼里的乱臣贼子。刘备用一句话把诸葛亮的后半生锁在了辅佐阿斗这4个字上。这是什么？这是情感绑架的终极版本。现代心理学里，情感绑架是一个具体的技术，用我对你这么好，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我把未来都交给你了，这样的话让对方承担起一份原本不用承担的义务。刘备这一句话里集齐了所有元素，我把帝国托付给你，我把儿子交给你，我甚至允许你取代他，
你还能说什么？你只能跪下来磕头，只能发誓效忠，只能把后半生的每一滴血都留在这个你本可以不必承担的事业里。这就是厚，不是死不要脸，不是蛮干，而是一种用最温柔的方式让对方无法拒绝也无法离开你的能力。讲到这里，你可能心里有点毛骨悚然，但我告诉你，李宗吾写这一段不是教你去学刘备，他是告诉你，你以为的那个仁义皇叔真实的样子可能是这样，你以为的那些成功的好人真实的样子可能也是这样。这不是说好人不存在，这是说能走到最高位置的好人往往有一层你看不见的厚，你看不到，是因为他们不让你看到。这就是这个世界真实的运作方式。你知道这件事之后可以选择不去做，但你至少不会再被那些表面的故事骗了，也不会再在夜里想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这么善良却升不上去。不是因为你的错，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规则从来不是努力加善良等于成功，规则是能力加厚再加某种程度的黑。我们接下来就要讲黑。上一段我们讲了厚，厚是对外的，是你在别人面前的那层壳。现在我们要讲黑，黑是对内的，是你在关键时刻对自己下的那一刀。李宗吾在厚黑学里点名的黑学第一大师就是刘备最大的对手曹操。很多人以为曹操是天生的奸雄，杀人如麻的野心家，说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那种让人脊背发凉的话。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那你就又一次错过了李宗吾最狠的那一刀。李宗吾说曹操这个人心子之黑，古往今来无出其右，但他不是骂曹操，他是在分析一件事儿。真正的决断能力不是来自智慧，不是来自勇气，而是来自一个人对讨好所有人这件事的彻底放弃。我们先用黑学的视角给曹操画一个档案，他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这个标签在当时是极大的负资产。那个年代读书人把宦官看作最低下的存在。曹操背着这个出身走进士人圈子时，没有人真正把他当平等的人。他年轻的时候被评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听完非常高兴，因为这句话承认了他的狠。他这辈子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之战，以弱胜强，统一北方，写下短歌行，观沧海。他既深情又决绝，既能为国家的死哭得不成样子，也能为了自己的安全把身边人一夜之间全部处理掉。这种分裂就是黑的标志。我们来看第一个极其具体的场面。曹操杀吕伯奢，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后逃亡，躲进了父亲的老朋友吕伯奢家里。吕伯奢热情接待他，出去买酒招待。曹操在屋里等着，听到后院有人说夫而杀之。何如？也就是绑起来杀了怎么样？曹操当时第一反应是，那他们要杀我。他没有去确认，没有去问，也没有去看，直接抽出剑把吕伯奢一家全部处理掉。处理完才发现，他们说的是要杀一头猪招待他，人已经死了。曹操呆，然后做了一件事，他继续跑。路上遇到买酒回来的吕伯奢，吕伯奢还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曹操二话不说，又把吕伯奢也处理。他跟身边的朋友陈宫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陈宫听完当场离开了他。李宗吾写这一段时评了一句：这就是黑的底色，一旦启动就一点都不能犹豫。你注意这个场面，曹操第一次下手是误判，他以为对方要杀他，出于自保杀了人还可以理解。但第二次他看到吕伯奢回来时，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他本来可以解释、道歉、赔偿、承担责任，他没有，他选择了把知道真相的人也一起处理掉。为什么？因为他心里算了一笔账。
如果吕伯奢活下来，会发现我杀了他全家，他会恨我一辈子，可能报复我，至少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我的名声就毁了，我不能留下他。这就是黑的第一层，不是恶，是计算。一个真正黑的人不是没有是非观，是他的是非观可以为了他的目标让路。你在今天这个时代见过这样的人吗？你一定见过。他们不杀人，但做同等性质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弃一起创业的兄弟，为了自己的升职踩着下属的失误向上汇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把团队功劳全部收到自己名下。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压下自己道德感，这就是黑。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场面，官渡之战后的那把火。曹操缴获了一批自己手下的人在战前偷偷写给袁绍的投降信，他把这些信拿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谋士们都等着他下令严惩。按常理，背叛必须严惩，否则组织里背叛的成本够高，就会有更多背叛。曹操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说烧了，所有人都愣在那里。曹操说，当时袁绍那么强，连我自己都担心能不能活下来，更何况其他人。这把火烧完，所有写过投降信的人瞬间变成他最死心塌地的部下。你看这个动作看起来是仁慈，但背后全是计算。如果追究，他能得到一批被处理掉的人和一批从此害怕他的人。如果烧掉，他能得到一批永远感激他、永远为他卖命的人。哪一种更划算？显然是第二种。这就是黑的第二层，他不是只会硬下手，也会软下手，在需要软的时候软，在需要硬的时候硬。唯一的标准是对自己有利。一个普通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普通人被情绪控制，被冒犯了就要还手，被背叛了就要追究，被羞辱了就要报复。曹操不会，他的情绪不能影响他的决策，他只看结果，只看账。你在今天这个时代能看到这种人在职场里的样子，那种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某个人，但他在会议上还是会帮那个人说话的老板，那种你明明看到他被下属公然顶撞，当场不动声色，1个月后那个下属就被悄悄调走的领导。这些人就是现代版的黑，他们不是没有情绪，只是把情绪和决策彻底分开了。这种分开是黑的真正精髓。我们再看第三个场面，也是厚黑学里最让人心里一紧的场面。曹操杀荀彧，荀彧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跟了曹操几十年，曹操能统一北方，荀彧的战略规划贡献了至少一半。曹操自己说过，荀彧是我的张良，这个人等于曹操的左膀右臂。但荀彧有一个立场，他一辈子认为自己是汉臣，辅佐曹操是因为他认为曹操能匡扶汉室，从来不认为曹操应该称王称帝。到了曹操晚年，他想进一步加封自己为魏公，这是走向称帝关键一步，所有人都支持，只有荀彧反对。荀彧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臣之节，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亦如此。翻译过来就是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当年起兵是为了救汉朝，不是为了自己当皇帝。曹操听完这句话心里变了，他没有当场发作，没有骂荀彧，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但他做了一个决定。几个月后，曹操给荀彧送了一个空的食盒，空的。荀彧打开食盒，里面什么都没有。荀彧明白了，这是曹操在告诉他，你已经没有位置了。当天晚上，荀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过程曹操没有说一句狠话，没有动一根手指头，
但用一个空识盒完成了对自己最重要的人的清除。李宗吾写这一段时只用了几个字，这就是黑的最高境界。不用刀，不用剑，不用骂，不用动手，一个动作就让对方自己退场。你看这件事有多可怕。一个陪了曹操几十年，立过汗马功劳，在曹操最困难时都没离开的人，只因为在意见上有分歧，就这样被处理掉，没有任何情面。为什么？因为曹操已经决定要走称王称帝那条路。荀彧如果继续留着，他会一直反对，会影响其他人的看法，会成为未来合法性危机的导火索。所以荀彧必须走。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少年的感情，你在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见过这种决断？你一定听说过创业公司做大了之后，创始人和最早合伙人分道扬镳的故事。某个老板把跟了自己10几年的老部下悄悄调离核心岗位的故事。一个组织为了长远战略清理掉一批不再合拍的老员工的故事。这些故事背后都有黑，他们不都发生在邪恶的人身上，他们发生在所有需要做大决策的人身上。因为做大决策必须能够和旧感情切割，这就是李宗吾真正想告诉你的。你想不想做这些事是一回事，但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是另一回事。你看不见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存在，是因为做这些事的人不会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写曹操这一段，李宗吾不是在鼓励你去做曹操，他写这一段是要让你看清那些你佩服的、向往的、觉得特别有魄力的人，他们身上可能有一部分是这样。看清了，你才能真正理解他，不会再把他们当纯粹的偶像，也不会因为自己做不到而觉得自己不够强。做不到这些不是你的失败，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了不在关键时刻出卖情感，选择了不为了目标放弃道德，选择了当一个能睡着觉的普通人。这个选择一点都不可耻，但你要知道，做这个选择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你可能走不到那么高的位置。承不承认这个代价是你的事，但你不能一边不想付代价，一边抱怨为什么自己走不到那里。这就是厚黑学真正想给你的那种清醒。你可以选择不黑，但请你不要假装黑不存在。我们讲了刘备的厚，讲了曹操的黑，但厚黑学这本书真正最有意思的人物不是刘备，也不是曹操，而是写这本书的那个人李宗吾自己。很多人以为李宗吾是一个躲在书斋里写邪书的怪人，冷眼看世界的愤青，玩世不恭的老油条。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那你就把这本书最温度的那一层漏掉。李宗吾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是一个看清了这个世界之后依然没有选择变成这个世界一部分的。我们给他画一个档案，他7岁开始读书，读的是4书5经，从小在儒家传统教育里长大，相信仁义礼智信，相信君子不欺暗室，相信好人有好报。他考过秀才，中了；考过举人，没中。后来没有继续往上走，因为清朝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那一年他27岁，他这一辈子被教育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他已经考到秀才，本来还可以继续往上考，然后突然之间游戏规则没了，人生坐标被抽走了。你在今天这个时代能感受到这种事儿吗？你一定能。那些干了10年传统媒体突然被互联网淘汰的记者，干了10几年翻译突然被 AI 替代的译者，在某个行业深耕20年突然发现这个行业整体不行了的从业者，他们过的就是李宗吾那年过的日子。一个人一辈子走在一条路上，这条路突然没了，怎么办？大多数人会恐慌，会焦虑，会到处抓新稻草。李宗吾没有，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回到老家四川自贡，继续做教书先生，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读书写字思考。他不急着转型，不急着找新路，只是坐下来观察。观察什么？
观察他身边那些转型成功的人，他发现了一件极其不安的事。那些在科举废除之后最快拿到新时代传票的人，进入新式学堂、政府机构、民国各种权力位置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他认为最优秀的那些人。他认识的那些最正直、最勤奋、最读圣贤书的同学，大多数都被边缘化。而那些他当年看不上、脸皮厚、心狠、会钻营的人，一个一个混得风生水起。这件事击垮了他的世界观。他开始怀疑从小相信的那一套东西是不是一开始就是错的。他一直相信世界虽然有黑暗面，但总体上应该是正直的人走得更远。他那几年看到的恰恰相反。现代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正义世界假设，意思是人倾向于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这种假设给人心理安全感，大多数人一辈子都需要它，因为没有它生活就太难承受了。而李宗吾那几年，他的正义世界假设塌了，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不讲规则的人吃掉讲规则的人，能算计的人吃掉不算计的人，脸厚心黑的人吃掉正直善良的人。这不是例外，是普遍规律。他坐在自贡老家的小屋子里想了很久，然后决定把这件事写出来。他的朋友劝他，这种书写出来会招骂；他的家人劝他，这种书会影响你的名声；他的学生劝他，老师您这样写会被人误解。李宗吾说，没关系，我就是要让人看见。他知道这本书一出来，他这辈子的名声就毁了，没有人会把他当正经读书人，没有人会邀请他去讲座，没有人会把他写进四川名人录。他都知道，但他还是写了。这是厚黑学真正最动人的那一层。它不是一本邪书，是一个清醒的人用自己的名声换取说出真相的权利。我们来看他的一些生活细节。李宗吾一辈子没有发过财，写完厚黑学之后，这本书迅速传开，无数人读过。如果他愿意，可以把自己包装成成功学大师，开讲座，收徒，靠这本书赚得盆满钵满。他没有，他继续做教书先生，拿微薄的工资，住简陋的屋子。他对来采访的人说过一句话，我写厚黑学不是为了自己厚黑，是让别人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看清楚了就不要被骗了。他说的是真的。他这辈子没有用过一次厚黑，他没有巴结过任何权贵，没有写过一篇马屁文章，没有站过任何一个政治队。他眼睁睁看着同龄人一个一个爬到很高的位置，也没有动过那种心思。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没有走过厚黑路线的人。但他写了厚黑学，这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讽刺，也是他这辈子最深的选择。你看出这个逻辑了吗？他懂这些规则，懂到可以写一本书。他有机会用这些规则在民国官场翻云覆雨，但他选择不用。他把自己的一生用来做一件事儿，证明一个懂规则的人可以选择不去当规则的奴隶。这才是厚黑学真正的底色。它不是一本成功学，它是一本看清之后的自由手册。你看清了这个世界，知道那些走到高处的人都用了什么手段，然后你选择不用。这个不用，不是因为你没看见，是因为你看见了之后依然觉得那不是你想要的活法。这种不用比一个从来没看见过的人的善良要强得多，因为它不是天真，是一种带着清醒的选择。李宗吾一辈子过得不算好，晚年清贫，死的时候家里很穷，葬礼极其简单。但他留下了这本书，把他的选择传给了所有读过他的人。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道德内耗，意思是一个人做一个诚实的人和按潜规则走之间反复挣扎，消耗心力。你有没有过道德内耗？你一定有过。你看到同事用小手段拿到你该拿的资源，第一反应是我要不要也这样做？你看到朋友圈某个人靠你看不起的方式走红了，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太清高？
你看到社会上那些你懂的成功者，第一反应是这个世界是不是不奖励老实人了？这些反复的自我质疑就是道德内耗，让你非常累，让你怀疑自己，让你在每一个选择面前犹豫。厚黑学这本书是李宗吾写给所有处于道德内耗里的人的一份礼物。他告诉你，不要再内耗了。你看到的那些规则是真的，那些人确实是那样运作的，你没有看错，你没有天真，你没有哪里不对，但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你依然可以选择不这样活。这个选择不会让你更快成功，甚至会让你走得比别人慢，但这个选择会让你晚上能睡着觉，让你到了50岁、60岁、70岁的时候回头看自己，一辈子心里是干净的。这份干净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奢侈品。李宗吾用他一辈子的清贫换了这份干净，他觉得值。我想你也可以想一想，对你来说这份干净值不值？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但你至少不要在没想清楚之前就被那些成功学、厚黑手段，你不懂这些你就输了的话，推着往前跑。先停下来，先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你愿意为它付出什么，你不愿意付出的那部分能不能换一种活法绕开。想清楚了再决定走哪条路。这就是李宗吾留给今天的我们的那份礼物，一份看清之后的自由。李宗吾死于1943年65岁，死在重庆。那时候抗战还没结束，整个中国都在烽火里，他死在一个乱世的深渊。死的时候家里很穷，葬礼办得极简单，没有大操大办，没有官员来吊唁，没有媒体来报道。他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几本书，几箱子文稿，几件旧衣服和一本叫《厚黑学》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他死后几十年里一次又一次被人重新印刷，重新传阅，重新解读。他被骂过，被封过，被推崇过，也被误读过，一直活到了今天。你今晚躺在床上听到的这些故事，是一个100多年前四川的教书匠在一间点不起灯的小屋子里一笔一笔写下来。他写的时候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100多年之后，在某个夜晚，一个戴着耳机的陌生人会因为他的这本书重新想一想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过。他只是写下了，然后走了。好了，我们这本厚黑学讲到这里要收尾了。我想请你回过头看一看我们这一路都讲了什么。我们讲了一个穷教书匠在1912年某个雨夜写下那句古今成大事者，无不厚而黑。我们讲了刘备，讲了他在曹操面前掉下的那只筷子，讲了他摔在地上的那个婴儿，讲了他临终前握着诸葛亮的手说出那句把对方彻底绑死的话。我们讲了曹操，讲了他逃亡路上的那场误判，讲了他烧掉的那批投降信，讲了他送给荀彧的那个空食盒。我们讲了李宗吾自己，讲了他看清这套规则之后一辈子没有用过一次，讲了他用自己的清贫换来的那份干净。这些东西串起来就是一份这个世界的真实使用说明书，一份被大多数人嘴上否认，实际上默默遵循的说明书，一份你小时候没人教过，长大后靠自己撞得头破血流才慢慢看懂的说明书。李宗吾把它写出来了。他写出来之后，读到这本书的人分成了3种。第一种人读完开始学厚黑，他们以为这是一本成功学，把厚和黑当成技术，回到生活里脸皮变厚，心肠变黑。他们有的人真的成功了，但成功的代价是他们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第二种人读完把书扔了，他们觉得这本书太恶心，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继续用善良加努力活下去。他们有的人过得挺好，也有的人一辈子在不平和委屈。第3种人读完什么都没做，他们既没有立刻学厚黑，也没有把书扔掉，只是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
他们看会议室里的人，能看出谁是厚，谁是黑，谁既不厚也不黑。他们看成功人士的自白，能听出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包装。他们看自己的人生，能分清哪些是自己的选择，哪些是被规则裹挟的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刘备，没有变成曹操，也没有变成李宗吾，他们变成了自己，一个看清了世界但依然选择按自己方式活的自己。这才是李宗吾真正希望看到的那种读者。我想在这里跟你说几句更直接的话，你今天听我讲这本书，可能正在经历一段被游戏规则碾压的日子。你可能刚刚被一个脸皮比你厚的人抢了功劳，可能刚刚被一个心肠比你黑的人背刺了一刀，可能刚刚看到一个你看不起的人升到了你一直想要的位置，你心里难受，也开始自我怀疑。如果是这样，我想请你记住一件事，你看到的那些让你难受的事，不是你眼睛有问题，是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运作。你没有看错，但看到了不代表你必须参与。李宗吾用他一辈子的活法告诉你，一个看清了规则的人可以选择不成为规则的奴隶，这是每一个成年人最珍贵的自由。你可以继续当一个厚不起来黑不下去的人，可以继续在某些时刻显得不够灵活，不够狠，不够圆滑，可以继续因为这些特点在某些场合吃亏，这些吃亏都是真的，但你换来的东西也是真的。你换来的是晚上能睡着觉，你换来的是面对父母孩子时心里不慌，你换来的是到了60岁70岁时回头看自己一辈子不觉得脏。这份干净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奢侈品。再把视角拉远一点，李宗吾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身边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些民国初年靠着厚黑手段爬到高位的军阀、官僚、政客，今天还有几个人被记得？几乎没有。他们当年呼风唤雨，握着一方的生杀大权，以为会被历史写下去。历史没有写他们，历史写了李宗吾这个穷教书匠。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厚黑成功学的最大反讽。那些真的靠厚黑走到最高位的人，大多数都被时间冲刷得干干净净。那些没有去厚黑但看清了厚黑的人，有的留下来了，李宗吾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完这本书有点困了，准备放下手机睡觉，请你记住4件事。第一件，这个世界的真实规则确实不是你小时候被教的那一套。看清这件事不会让你变坏，但会让你少被骗。第二件，看清规则和使用规则是2件不同的事儿。你可以选择看清但不使用，这个选择不是软弱，是一种带着清醒的自由。第三件，那些教你要厚要黑才能成大事的成功学，你要知道他们讲的只是真相的一半，真相的另一半是大多数走那条路的人最后也没走多远，只是付出了他们自己没有算清楚的代价。第4件，你每天做一件没有人看见但你知道对的事，10年之后你会变成一个自己认得出来的自己。这件事儿不需要厚，也不需要黑，它需要的是你这辈子最朴素的那份坚持。这就是这本书，一个穷教书匠，一间借住的屋子，一支笔，一盏点不起的灯，一些让整个时代都不舒服的真话。然后100多年过去了，你今晚听到了，这就够了。感谢你陪我读完这本厚黑学。1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有一个叫李宗吾的人在灯下写下了这些字。今晚你替他把这些字听完了，你们之间这一段长长的时间就在这个夜里合上了。看清是一种能力，选择不用是一种力量。你今晚在这2件事之间站了一会儿，这就已经很好了。今晚不用做决定，今晚只用好好睡觉。那些你白天遇到的脸厚心黑的事，明天还会在那里，但你明天会用一个更清醒的自己去面对它们。愿你今晚睡得安稳，愿你明天醒来是新的一天。我们下一本书见。